请看屏幕中央。他其貌不扬，他浑身是土，他看起来就像是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随手甩在角落里的一块泥巴，忘了捏形状。没错，这就是土豆。你可能觉得它很无聊，毕竟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土豆就是廉价碳水化合物，或者是沙发上那个懒得动的你。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像脚后跟一样粗糙的东西，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幕后推手呢？如果我告诉你，没有它，工业革命可能要推迟几百年；没有它，梵高可能画不出那一幅幅名作；甚至没有它，今天的欧洲版图都会长得不一样。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我们要扒掉土豆的皮，我是说扒开它的伪装，看看这位地下王者是如何用一种近乎卑鄙的实用主义征服了挑剔的人类，统治了我们的餐桌，顺便改变了世界的。系好安全带，哪怕你现在只是一颗沙发土豆，看完这个视频，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一颗高贵的土豆。故事要从大约8000年前说起，地点南美洲安第斯山脉。那里的印加人最早驯化了土豆。对印加人来说，土豆是神赐的礼物，是救命的口粮。但是当16世纪那群贪婪的西班牙征服者为了寻找黄金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对土豆的态度是嫌弃。没错，土豆刚进入欧洲时遭受了长达2个世纪的霸凌。那时候的欧洲人信奉一种奇怪的植物学理论，长得好看的才好吃，土豆丑剧，加上圣经里没提到过土豆，教会甚至宣称这东西吃了会让人淫乱，甚至会得麻风病。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豆在欧洲是用来喂猪的，或者是种在花园里当观赏花卉。别笑，土豆花其实挺好看的。那么土豆是如何逆袭的呢？这要感谢一位法国的营销鬼才安托万·帕尔芒杰。这位老兄在7年战争期间被普鲁士俘虏了，在监狱里天天吃土豆。他惊奇地发现，我不仅没死，没得麻风病，反而还吃得挺饱，甚至觉得有点香。回国后，他为了推广土豆，想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反向心理学营销。他在田地周围立了牌子，派了重兵把守，并且故意放出风声，这是国王陛下的御用食物，谁敢偷吃，格杀勿论。但是他偷偷命令士兵，白天守得严一点，晚上就去睡觉，把守卫撤掉。法国的老百姓一看，皮蛋，国王吃的宝贝，还有士兵把守，这绝对是好东西啊。于是月黑风高之夜，巴黎市民组团去地里偷土豆。没过几年，土豆就在法国普及了。你看，人类的本质不仅是复读机，还是好奇心过剩的偷吃贼。凭借着高产耐寒的野蛮生命力，土豆迅速在欧洲大陆扎根。它不仅填满了人们的胃，更引爆了欧洲的人口增长，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储备了最廉价的耗材——劳动力。工业革命的本质其实是2种燃料的燃烧，煤炭
驱动了钢铁铸造的机器，而土豆作为最高效的生物燃料，驱动了血肉组成的工人。所以，当你听到蒸汽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时，别忘了，那背后其实还有无数个低沉的回响，那是吃土豆打出来的饱嗝。Oopsie。历史课上完了，现在是化学课时间。为什么土豆这么好吃？为什么有时候你炒的土豆丝儿是脆的，有时候又是软塌塌的一坨？这一切都取决于2个字：淀粉。土豆里大概80%都是水，剩下的干物质里绝大部分是淀粉。但淀粉和淀粉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关于土豆的终极2分法，如果不搞懂这个，你永远做不好土豆。我们要把土豆分为2派，一派是粉质土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面土豆，它们的淀粉含量高，含水量低。另一派是蜡质土豆，也就是脆土豆，淀粉含量低，水分多。如果你想做那种如云朵般绵密、入口即化的土豆泥，或者炸出酥脆的薯条，请选择粉质土豆，比如 russet， 或者菜市场里那种表皮粗糙、颜色较深的，因为它们的淀粉含量高，含水量低。粉颗粒大，加热后会像气球一样膨胀、吸水、爆裂，形成沙沙的口感。如果你想做酸辣土豆丝儿，或者炖土豆块儿，而不希望它化成汤，请选择蜡质土豆。通常皮薄，表面光滑，颜色较浅。它们的细胞壁结合紧密，煮熟了也形状不散，口感 Q 弹。当然，说到土豆的科学，不能不提美拉德反应。土豆富含氨基酸和还原糖，当温度超过140摄氏度，它们就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数百种风味化合物，变成诱人的金黄色。这就是为什么水煮土豆只是能吃，而炸薯条是犯罪的原因。既然提到了炸薯条，我们必须聊聊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垃圾食品。你以为炸薯条很简单，把土豆切条扔进油锅？错，大错特错。完美的薯条需要经过3次不同温度的洗礼。第一步，水洗与预煮，洗掉表面的淀粉，防止粘连，煮到半熟，让内部结构松软。第二步，低温慢炸，大约130摄氏度。这一步是为了把表面的水分炸干，形成一层硬壳，但不要上色。第三步，高温复炸，大约180摄氏度。这一步才是灵魂。高温瞬间让表皮发生美拉德反应，变成金黄色，同时内部的水分变成水蒸气，把薯条撑得胖乎乎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那一根外壳酥脆的像玻璃，内心绵软的像初恋的完美薯条。如果在评论区里有人说，哎呀，太麻烦了，我直接空气炸锅，我只能说，祝你幸福，但你失去了灵魂。除了薯条，土豆家族还有一个意外之喜——薯片。这个故事非常解气。1853年，纽约的一位厨师乔治·克拉姆遇到了一位非常难伺候的顾客。这位顾客传闻是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不停地把炸土豆片退回厨房，嫌切得太厚。
乔治大厨怒了，心想：嫌厚是吧？行，老子给你切成纸。他把土豆切得薄如蝉翼，炸得干脆无比，撒上一大把盐，端上去，准备看顾客笑话。这东西根本插不起来，只能用手抓。结果呢？顾客吃了一口，惊为天人。就这样，薯片诞生了。它是愤怒的产物，是报复社会的产物。但现在，它是我们看剧时的最佳伴侣。所以，下次你吃薯片时，记得感谢那位愤怒的厨师，以及那位挑剔的杠精顾客。Thank you very much. 虽然土豆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土豆找到了它的第二故乡。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土豆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在西方，土豆是主食，是像米饭、面包一样的存在。但在中国，土豆是菜。是的，我们要用土豆配米饭吃。这是碳水加碳水的终极炸弹，是血糖飙升的死亡二重奏，但也是无可替代的快乐。看看这道酸辣土豆丝，它是中国厨师刀工的试金石，每一根都要粗细均匀，过水洗掉淀粉，猛火快炒，加醋，激发出那种爽脆的口感。这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土豆怎么能是脆的？那是没熟。再看地三鲜，土豆、茄子、青椒的桃园三结义。虽然由于过油导致热量爆炸，但那个软糯、吸满汤汁的口感，谁能拒绝？还有云南的老奶洋芋，四川的狼牙土豆，甘肃的洋芋饺团。在中国，土豆不再只是配角，它被煎、炒、烹、炸、炖、煮、蒸、捣。中国人用5000年的烹饪智慧，赋予了这颗南美球茎新的生命。我想说的是，土豆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食物，它是一种乡愁。对于很多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一盘妈妈炒的土豆丝，比任何米其林3星都珍贵。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花10几分钟聊土豆？因为我觉得土豆很像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它没有松露那么昂贵，没有西红柿那么鲜艳，没有牛油果那么中产阶级。它不仅便宜，甚至有点土气。把它丢在贫瘠的土地里，它能活；把它扔在寒冷的高原上，它也能活。它默默地在黑暗的地下积蓄力量，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只为了有一天被挖出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填饱每一个饥饿的肚子。它不挑剔队友，跟牛肉行，跟青椒行，跟番茄也行。土豆教给我们一种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你不必光芒万丈，也不必外表华丽，只要你有料，只要你足够抗造，你就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主角。所以今晚回家别点外卖了，去买2颗土豆，洗净它的泥土，削去它的皮。不管是炒一盘丝，还是炖一锅肉，或者只是简单的蒸熟蘸点白糖，好好感受一下这跨越千万年、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你面前的美味。如果这个视频让你看饿了，或者让你对土豆肃然起敬，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订阅和转发，把你最喜欢的土豆做法打在公屏上，或者分享给你那个像土豆一样朴实可爱朋友。我们要去吃薯条了，下期视频见，拜拜。